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吧？就是你坐在你隔壁啦，或者是什么别的部门那些同事，整天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想打他？嗨，大家好，我是宁。今天呢，要来分享5个不用算命、不用钱就可以让你的运势旺起来的方法，而且每一个呢都有我自己亲身试验过，保证有效。那就一起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有礼貌。在我的工作的场合呢，很常会遇到一些老师啊、教授啊等等之类的贵宾们。我是观察别人，发现他们很常把老师好、教授好、谁谁谁好挂在嘴边，然后我就无形之中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方式。确实呢，也带给我人生中非常不错的帮助。比如说呢，时常挂在嘴边说某某人好，他不一定会记得你，但是你至少做出了你最大的礼貌的问候，这不仅可以让你就有一个非常正向的表现，那他呢有可能也会对你印象深刻。而且这个有礼貌这件事情呢，不一定仅限于你的工作场合，更多的是，比如说去买东西，比如说去买饭，也是一个很棒的交流。比如说呢，就是在过年之前，我和我同事呢，我们就去吃午餐。我们去一家之前经过但是没有吃过的面店，然后我们就在过年前的工作日一起去。那去的时候呢，老板坐在门口，然后看到我们2个就说2位小姐里面坐，那我们就往里面坐嘛。然后我就跟老板说老板好，然后老板就说他就是没有生意啊，都是大家都回去过年了什么的。那我们就大概小聊了一下，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回应，有这样子的很正向的交流，所以老板他还送我们1人1条护手霜，还有1人1碗红豆汤。然后他说这个红豆汤是他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样子这么大颗这么饱满的红豆，要分享给我们。那我们顿时间就觉得哇，今天真的是阳光璀璨，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午餐的时间。那有礼貌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应用在你身边的所有人，当然也有可能在你在打招呼的同时，对方可能是没有反应，或是没有回应的，或是冷漠的都有可能。但当你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管对方的反应是什么，有可能他是很热烈的、热情的回应你，也有可能他是非常冷漠的看你一眼，冷眼看待。都没有关系，至少你已经做了你可以做的，至少你把这个有礼貌，然后懂得问候的温暖的这个面向发挥出来。对方的反应有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在你期望之内，但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办法去预测或者是掌控别人的反应应该要怎么样。但至少你已经把你的阳光的这一面，或者你好的这一面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棒了。而且当你用这样子好的正向的方式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也会吸引到一些和你一样正向，或者是和你一样会热情的回复你的人。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有礼貌，这件事情呢可以练习看看。想大部分的人看到这样子热情的打招呼，一定也都会有一些正向的回应。第2点呢，就是互相称赞。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亚洲人，所以我们对于称赞的文化，或者是说好话的这种文化特别的含蓄，特别的害羞。但我觉得呢，互相称赞这件事情可以瞬间的拉近你和这个人的距离，而且可以让双方的心情都变得非常的好。举例来说，当我看到你的裙子很漂亮，或者是你的耳环很别致，我一定会说你这件好特别哦，你这个衣服的花纹、衣服的材质、衣服的细节都非常的精致，这一身真的很适合你。你的称赞呢也不用到非常的过度，或者是非常的夸张，但你就是把你看到的你觉得很棒的事情告诉对方，让对方知道原来他的这样子的穿搭、这样子的搭配是非常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这个不仅是对对方，同时也是对自己非常好的、非常正向的连结。所以我觉得可以不要吝啬于去称赞别人的优点，当然你也不用太过度，也不用就是把对方捧上天啊，或者很夸张的那种，因为对方也会觉得有点太过头。只要对方有给你一点回应，这样就够了。这个目的并不是要你和对方瞬间成为麻吉，然后讲很多内心话，不是，真的就只是一个拉近2个人的距离，然后让你呢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人缘的一个方式。互相称赞呢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可以快速破冰，然后拉近距离，让对方也记得你的方式。但是当然切记就是适可而止就好，不用太矫枉过正，也不用太多，或者是目的性太强都不要，对方也可能会觉得有点惊吓。第3点呢，就跟刚刚的其实很像，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亚洲人，所以当别人在称赞你的时候，你会很想要很谦虚、推辞，或是感到不自在。当别人在称赞你的时候，比如说有人说，你这个耳环很漂亮
很适合你，你可能会说没有啦，没有啦，就是打折的时候买的。No， 为什么要这么降低自己呢？你就说真的啊，谢谢你，这个是我在哪里哪里买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牌子，我那时候看到它刚好有打折，我就入手了。这样就好了，就是当别人在称赞你的时候，你就大方的接受，大方的说谢谢，大方的就是享受这个别人就是关注到自己的那个 moment， 不需要太过的尴尬，然后想要赶快结束掉这个话题，或是想要就是让别人不要关注自己，不用。当别人就是有注意到你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谢谢他，然后接受他，然后你同时呢也可以反过来说，你的项链、你的衣服也很好看，你的新发型也很适合你，就是等等之类的，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正向的来往。所以呢，我觉得互相称赞跟有自信的这两个其实是双向并行的。当你看到别人很棒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可以称赞他，但是当别人看到你很棒的那一面的时候，你也要谢谢他，然后也可以就是大方的，就是接受这样子的称赞。那通常这些小小的称赞或是小小的对话，它可能不是出现在比如说讲台上、舞台上，它可能是出现在比如说日常的一些小小的一个片段，或者小小的一个时刻。那这个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日常的小小的这个时光里面去努力的地方，称赞对方的方式，看到对方的美好。同时呢，当别人在称赞自己的时候，你也可以大方的承认，那就是有自信的一个表现。第四个呢，就是独立思考。我知道现在大家就是很常喜欢别人做什么事情我就跟着做，反正一定不会错，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某种时刻我也是，特别是当我发现我自己跟这个群组非常的无法融入的时候，我就越容易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形态，你也不用觉得当你自己不一样的时候，那你自己就是错的。没有，谁说的？没有这回事。但是我知道现在的社会大众跟现在的长辈，然后职场文化，大部分都是在教你说，你就是要这样，这样才是对的。你就是要 follow， 你不可以有意见，然后人家说什么就是做什么，前面的人该怎么做，后面的人就继续做，就是没有一个让你可以有独立思考，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想法的空间。现在就台湾大部分职场的文化，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还可以继续保持独立思考，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在某一个工作的期间里面呢，我已经练就了，就是别人说什么就要照着做，或者是老板说什么、学长姐说什么我就照着做的这个能力，就是我很难自己再重新去发想说，我换做我来做的话，我怎么做会变得更好？我已经几乎快要丧失这个能力了。那直到呢，就是我后来去读了研究所，我的研究所同学大部分都是外国人，那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他们会敢提出质疑，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沟通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以前真是如此的奴啊，就是奴到别人说什么你就该怎么做，没有一个可以谈论的空间。好，那到了我后来的工作职场呢，也又遇到了同样的这种职场的文化，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就是要遵照这个 SOP， 就是工作的内容跟工作的方式，你都必须要遵照前面的人。那其实对我那时候来说，我已经读完研究所，我会觉得哇，沉重。我也想要就是一步一步的照着做，但是当我在一步一步照着做，我心里就会想说为什么？那为什么是这样？然后这个为什么是那样？就我内心我有就是10万个为什么，但就算我去问了我老板，他也不会知道，因为他也是这样子 follow 别人的脚步下来的。但这件事情其实很难真的去改变，或者是真的有一个什么好的改善，我觉得非常的难。在这样子职场的文化情况之下，撇除就是工作的那个内容之外，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独立的思考？在我们 follow 别人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也发展出一个自己的一条路，或者是自己适合的方式，自己适合的妆容啊，或者是自己适合的穿搭等等的，或者是当你听到别人的三观是那样的时候，那你不用一定要遵照别人啊，你不用一定要跟别人一样，但是那你自己的是什么呢？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就是你不用一定要遵照别人，但是重点是那你的呢？那你的是什么呢？这才是我觉得独立思考的重点。就是独立思考并不是要你去当一个反叛的人，或是当一个意见很多的人，而是那当换作是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想，你会怎么去做，这个才是我觉得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因为像我刚提的那个职场的文化，但我无法束手无策、无法改变的情况之下，我也是只能遵照，也只能想办法去习惯它。撇除就是工作之外，
我们生活的态度跟生活的风格是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的。接下来第5招是我的大绝招，前面那4项呢，你可以都不要做，你可以都不喜欢，但是第5招真的很有用，一定要学会。就是笑脸迎人，笑脸迎人这件事真的帮助超多。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吧，就是你坐在你隔壁啦，或者是什么别的部门那些同事，整天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想打他？是不是觉得，请问我有欠你吗？或者是你拿一个东西就是去问他，或者是去请教，但是就总是在那边愁眉苦脸，或是欠你几百万，是不是？很烦，我们不要当那种就是很烦的人，就尽量笑脸迎人，笑口常开。那当你笑脸迎人、笑口常开的时候，代表你不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当你不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很好的事情。人家在订饮料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你的，人家在发零食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你的，因为你给人家的形象很好，你给人家的思想非常的正向，你总是笑脸迎人，带给大家正向的影响力。所以笑脸迎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超级重要。你前面4项啊，什么有礼貌啊、互相称赞啊，什么什么都不要会，没有关系。但是笑脸迎人这件事情是真的帮助很大。举例来说，服务生过来点餐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哦，我们要点餐。这个服务生也可以感受到你的好，那他是不是就会更有那个心情来服务你？所以不只是在工作上面，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你去店里买东西，你去吃饭，你去各种笑脸迎人的方式，态度很好的，你周遭的人跟你对话的那个人，一定都可以感受到你这样子非常正向的能量，对吧？比起你那个愁眉苦脸的同事，你是不是会觉得笑口常开不好吗？就没事为什么要搞得就是乌烟瘴气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前面4点都可以不要做，但是笑脸迎人呢，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简单，然后又最容易达成，然后心情又可以保持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推荐给你们。好啦，以上就是5个不用钱、不用算命，你也可以旺起来的方式，推荐给大家。那喜欢的话呢，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那我们就先这样啦，拜拜。